在中国的内地长城旁边啊，有一座天主教堂。如今啊，这个教堂只剩下了钟楼。今天我会用徒步加露营的形式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长城，给大家感受一下跟平时在视频里看到完全不同的长城风貌，就是天主教堂加长城。我们一起出发。山西啊，算是中国长城最密集的省份之一了。而大同这一带呢，从汉代到明代，一直是农耕王朝和草原之间的最前线。现在我后边啊，就是一个烽火台。那大家一想到长城，都会想到它非常非常的宏大，然后它是汉人和游牧民族对抗的一个防御工事。而有一座教堂却藏在这段长城的脚下。你可能想不到啊，这座立在荒山上的西式钟楼，是100多年以前由一个德国的神父兴建的。清朝末年的时候呢，传教士啊顺着商路走到了这里，盖起了一座能够容纳800多人的哥特式的教堂。当地人呢管它叫做大丹巴，因为啊它跟那个澳门的那个大三巴是差不多的。而几经风雨呢，如今啊只剩下钟楼的这一面墙了。汉代、北魏、北齐、明代，不同朝代、不同工艺的长城啊，在这里其实是叠在一起的，有夯土的，有砖的。那么这一段的长城呢，简直就是一个长城的露天博物馆。而这个修在摩天岭上的长城，跟北京的这个八达岭啊是非常像，大家呢会管它叫做小八达岭。沿途呢还会藏着一座小的城堡，叫做月华池。在我后边的这个堡垒呢，叫做月华池，它几乎是长城沿线最小的一个城堡。这个月华池啊，是以长城作为北墙，圈出了一座周长只有200多米的小城。这个啊，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城堡了。今晚啊，我决定在长城的脚下露营。这次呢，我不会走马观花的拍2张照片就走，而是在这里深刻的感受一下从黄昏到夜晚，再到明天清晨，整个长城的一个风貌、一个景色和一个感觉。太阳落下去啊，周围的人都已经走了，整座山呢只剩下风。金光一点点地铺满了长城，教堂的影子呢被慢慢地拉长。这时候啊，你才能慢慢体会到，当年驻守在这里的士兵望着这一片的夕阳啊是什么样的心情。第2天晚上呢，我是把营地搬到圣泉旁边的这个湖边。我今天晚上露营的地方啊，这边有一个泉水，泉水流下来呢，形成了一个小湖。这个泉水呢，在16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就有记载。后来啊，无论是佛教、道教，包括天主教，都认为这个地方很神圣，把这个地方叫做圣泉。那么今天晚上，我要一个人独享这么棒的环境。这一晚啊，是更为安静。夕阳慢慢地落到了湖里。这一天啊，长城、水、天色全部都融在了一起。风停止的时候啊，水就像一面镜子。在这里的人啊，其实是能看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黄昏。我带大家看的长城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精彩？其实啊，在整个的明代就修了8000多公里的长城。那这2天呢，我只徒步了其中山西北部大概20几公里的部分。这就意味着长城还有各种其他的样貌，还有各种其他有意思的地方，需要我们用徒步的方式去一点一点的去探索。如果你对长城的内容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未来啊，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用运动去探索世界。